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安格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颗蝴蝶兰，它的名字叫做 Sogo Vivian， 那中文就是叫做维维安。这一颗呢，也是一颗超市兰花，不过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呢，它有带名牌哦，它有一个粉红色的标签，上面写着它的名字。这个在超市兰花里面是比较不常见的。那但是因为它叶子上面有很明显的特征，跟它开花的这个样子，其实呢，也蛮容易分辨它就是维维安。那2019年的11月底的时候，当时它其实就只是在长根长叶，但突然间有一天我发现，它有一小块东西冒出来。那经过了几天的时间，我才确定它是一个花梗。那花梗有时候跟根系的长它有时候冒出来的那个尖端，有时候不太容易能够分辨哦。但是呢，一般来说，根系的话，它会比尖端的部分会比较圆一点。那如果是花梗的话呢，一般凸出来的部分会稍微尖一点，然后等到它整个完全长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上面其实是有一点点小裂缝。那等到它长得更完整一点的时候呢，它整个花梗的最前端呢，会有点像是一个手套的那样子哦。那它的那个小纹路、小裂缝的部分呢，就是在虎口的位置。这颗兰花在买回来的时候呢，去年是同时它是2个花梗哦。那你有看到，其实那花梗干掉，我剪掉之后呢，它的这个既有花梗的尾端还是存留着。那这一次呢，它来的花梗其实蛮粗的哦，比我预期的还要粗很多。那我就按照一般长花梗的养护，也就是说呢，第一个，你的位置不要挪来挪去的，这样它花梗的这个长的方向会比较一致。那第二个呢，就是在长花苞、成熟花苞的时候，我个人的操作是，花苞开始长大，我就停止肥料了。然后呢，我也就不挪动它了。我在加水给水的时候呢，就是定量，那会用定量的水，那就是直接小心翼翼的把它水加进去杯子里面，然后让它就能够达到1周的干湿循环。那有些兰友他们是喜欢用肥料，在开花的时候也增添肥料。这个没有不可以，不过呢，我个人还在实验，因为我到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能够确定肥料的确能够延长花期。因为之前使用肥料的兰花，其实它的花期也是差不多一样，没有特别的延长。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如果你要使用肥料，在花期使用肥料呢，还是尽量是薄肥，也就是浓度不要太高。那一般来说呢，大家还是建议就是25%浓度就好了，不要太厚的肥料。再来呢，就是你使用的肥料呢，大部分的人是建议平衡型的肥料，也就是说它的 NPK 3个数字呢是一样的。那这样子呢，会比较保险一点，而不会说有哪一个养分是特别太高的。中间的数字比较高的话呢，那个是属于一种开花肥，但是它已经在开花，其实就不需要再有太多的开花肥去刺激它开花。应该是各方面的养分都要到位，是他们的一个理论。那这颗兰花今年的复花重新来花，花梗我刚说过很粗之外呢，其实它又有2个分支哦，所以是整个一串下来它有很多个花苞，20-30个吧，只是我没有特别去数。那之前也有跟兰友在我频道里面做过一些影片，专门是在讨论，就是说兰花在
成熟它的花苞一直到开完花这段期间哪些是你该做或不该做的事情。那其实这棵兰花它正在长花苞的时候，还没开花之前呢，我其实就一直在观察它到底会长多少花苞。我虽然没有去数，但是因为它的数量很多，我就在想这个兰花呢这么多的花苞，那它开完的时间，它开的花期一定稍微比较久一点，从第一朵花到最后一朵花。那我要如何在这一段期间呢，能够尽量确保这些花苞都能够开花？那其实主要有4个方面啦。好，那这个呢之前有讨论过，那我们在这边就稍微再复习一下吧，或重新再说一次这4个方面大概是哪些。第一个其实就是温度上面，那温度的变化呢，有可能会使这些花苞产生提早凋谢或掉蕾消苞的现象。那在我家里面，比如说是因为有中央空调，所以在温度上面的掌控呢，会是比较容易一点。当然透过天气的巨变啊，家里面的空调当然它会试着去调整室内温度，但是有时候呢一天很热，一天很冷这样子还是有可能会让兰花不太开心这个在我家之前还是偶尔会发生过的。再来就是湿度上面的变化，那湿度上面的变化呢，其实如果你有加湿器的话，你就是一直开着，可能够避免掉过于干燥所造成的消苞掉蕾的现象。那我在我这边新的这个居家环境里面呢，我目前是没有特别开加湿器。当然在夏天因为很热很干燥的情况，加湿器除了能够增加湿度之外呢，也能够降低一些温度，所以在夏天呢，我会酌量的开启加湿器的使用。但是在冬天的话呢，我就尽量不使用加湿器了。其实去年的冬天我其实加湿器一次也没打开过。那第3个呢，其实就是大家我觉得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开花的兰花或是正要开花的兰花，因为你可能要加水打扫等等，你把它挪来挪去的，或者是呢晃动太厉害这样打扰到兰花本身也有可能造成它消苞掉蕾的可能所以尽可能的，如果是你要兰花能够开得好一点，在它在成长的时候呢，在花苞成熟的时候，开花前都不要去动它，是比较好的选择。那第4个呢，其实就是兰花植株本身的一个健康那最常的问题，健康本身出问题就是根系。如果兰花它正要开花有花苞，但是不小心根系烂根了水加太多或是某种原因根系烂根了，这时候兰花它自己的保护机制也有可能是它需要把更多的精力去长根或长叶，那这时候呢就有可能它的花苞也会提前消苞掉蕾。所以这些呢是以上4种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导致消苞掉蕾的问题，在这边呢跟大家提出来做分享。那这颗兰花呢，它还是在去年买回来的这个容器还有戒指它的这个戒指是树皮还有水草的一个混合，树皮比较多一点，可能比例我看大概是2:1，2树皮1水草，甚至3:1这样子，水草1。那我看它的这个戒指呢还可以，所以我是没有马上给它换盆的。那我习惯呢是让他们待个1-2年，确定他们就是这个真的需要换盆换戒指，我才会做这样的动作。我不是很喜欢一买回家就马上把兰花来做换盆，因为有时候呢换盆的过程中万一不小心伤害到兰花就很有可能导致它隔年不开花。那其实刚买回家的兰花，其实它们的养护健康状况都不错的情况，隔年其实要开花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呢尽量不会把它们马上换盆的原因。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